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有些事情好像不是第一次发生，而是一直在反复出现。为什么你总是遇到类似的人？明明换了对象，问题却换个方式再出现。为什么你的人生好像总在某个关卡卡住？机会来了，却总是差一步，甚至在关键时刻自己退缩。又或者你其实很会忍，很少表达情绪，但累积到某个点就会突然爆发，连自己都觉得陌生。这些看起来完全不同的问题，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？很多人会说这是运气不好，或是环境、他人、时机不对。但如果它一再发生，那真的只是巧合吗？也许问题不是外在因素，也许是你内在有一个部分正在透过这些情境一次次地出现，而你却还没有看见它。这正是今天要探讨的主题——阴影。在心理学中，最早系统性提出这个概念的人是卡尔·荣格。他用一个很关键的词来描述这种反复出现在你人生中的现象，这个词叫做阴影。所谓阴影，不是神秘，也不是抽象的黑暗面，它其实指的是那些被你压抑、否认，甚至不愿承认的自我部分。这些部分可能来自你的成长过程，为了适应社会或符合他人期待，将不被允许的特质，例如自私、脆弱、愤怒等等，隐藏到无意识中。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要讲清楚。很多人以为阴影只代表负面，例如愤怒、嫉妒、自私、控制欲等等。但荣格认为，阴影不只包含你不喜欢的部分，它也包含那些你从来没有允许自己成为的可能性。例如，你压抑的不只是愤怒，也可能是你的边界感；你否认的不只是嫉妒，也可能是你渴望被看见的需求；甚至你压下去的，可能是你的野心、影响力、热爱的事物，或是创造力。换句话说，阴影不是单纯的黑暗，它更像是那个你还没有活出来的自己。而真正的问题，从来不是阴影的存在，而是你选择视而不见。如果阴影是你未被看见的那一部分，那为什么它会一再出现在你的人生里？你可以先想3个很常见的情境。第一种是在关系里，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总是被某一种类型的人吸引，也许是强势的、冷漠的，或难以靠近的。一开始看起来只是不同的人，但最后的问题却总是以类似的方式重演。这不是巧合，而是某种模式在运作。第二种是在事业或财富上，有些人其实有能力、有机会，但总是在关键时刻退缩、拖延，甚至做出让自己后悔的选择。仿佛每当接近突破，就会有一股力量把你拉回原点。这也不是运气不好，而是某种模式在运作。第三种是在性格上，你可能习惯压抑情绪，维持理性与稳定，但压到某个程度就会突然爆发，说出或做出连自己都觉得意外的事。那一刻，好像出现了一个不是平常的你。这同样不是偶然，而是某种模式在运作。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这些现象其实对应3个机制。第一是投射，你在他人身上看到的，往往是你不愿承认的自己。当我们对某人产生强烈、无理的厌恶、嫉妒或愤怒时，通常是将自己的阴影投射在对方身上。第二是重复，未被意识到的心理模式会一再驱动相似的选择。例如，常在梦中出现性格相反的人物，或是每当看到有人过得比我好，无意识的在背地里嫉妒，甚至说坏话。第三是心理补偿，你越压抑某个部分，
它越可能从另一个方向反弹出来。这些未能整合的阴影可能导致情绪失控、人际关系纠纷或中年危机。到这里，你会开始理解，这些反复出现的模式不是偶然，而是有结构的。但如果再往更底层看，卡尔·荣格其实提出了一个更关键的观点：阴影的出现不只是压抑，而是一种心理能量的重新分配。当你的人生进入某个主题，例如爱情、事业，被认可，你的注意力与情绪会大量集中在这个方向。但你的心理资源是有限的，当某一部分变得越降，其他部分就会被压暗，甚至掉入无意识。而这些被压下去的内容并不会消失。当情绪持续累积，它们反而会以更原始、更直接的方式浮现出来。这就是阴影会反复出现的另一个原因。所以，阴影不是突然出现的问题，而是当你的内在失去平衡时，被释放出来的另一个部分的自己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可能会开始产生一个很直觉的想法：那我是不是只要不压抑自己，让所有情绪都释放出来，就可以变好？这里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误解，释放阴影不等于整合阴影。如果没有意识的看见与理解，单纯的情绪释放，很多时候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失控。真正的问题不是你有没有压抑，而是你有没有看见自己的内在正在发生什么。这些阴影是从哪里来？一部分来自社会。你为了被同侪接纳，学会成为某种样子，同时也把不被允许的部分排除在外。一部分来自原生家庭，过去的经验或创伤会形成情绪记忆与信念，让你在无意识中认为某些特质是不安全的。但还有一个更深层，也更容易被忽略的来源，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。在成长过程中，你其实不断在决定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同时也在放弃另一部分的自己。当这些没有被整合的部分累积起来，就会形成你内在的分裂。而这正是很多人显化卡住的真正原因。你表面上想要成功，想要被爱，想要改变现实，但在更深的地方，可能同时存在着恐惧、怀疑，甚至抗拒，担心着若是放弃现有的而选择另一条路，我会不会被社会投以异样眼光？我会不会辜负他人期待？我的选择会不会让我失败？所以，显化的关键从来不是你怎么想，而是你内在哪一个部分在主导。再从脑科学来看，这也不是抽象的说法。像是大脑中的情绪中心会快速启动反应，而与记忆相关的系统会不断调用过去的经验模式。这意味着，当某些情绪与记忆被压抑之后，它们并不会消失，反而会变成自动化的反应机制，在你还没意识到之前，就已经影响了你的选择与行动。所以，你看到的现实，很多时候不是单纯的外在结果，而是你的内在不同部分之间正在互相拉扯的结果。到这里，你或许会开始重新看待自己的人生。你以为困住你的是外在世界，是环境、他人、机会，甚至是命运。但很多时候，真正让你停在原地的，其实是你内在的那一部分，你不愿面对的自己。那些被你压抑、忽略、否认的部分，并没有消失，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透过关系、选择与情绪，一次次出现在你的人生里。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，阴影并不是问题本身，它更像是一种讯号，提醒你有一部分的你还没有被看见，也还没有被整合。换句话说，阴影不只是限制，它同时也是一种力量。
只是这份力量目前还没有被你有意识的运用。那问题就会变成，为什么我们会压抑这些部分？为什么我们会一步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也许你会发现，你现在所认为的自己，很可能不是你本来的样子，而是你在成长过程中学会扮演的一个角色。那么你活的真的是真正的自己吗？还是说你只是为了符合某种社会期待，不得不扮演的一个角色？这也是下一集要谈的主题——人格面具。在本集的最后，你可以试着沉淀下来，问问你自己：你有真正觉察过自己内心的阴影吗？你有试着去面对它、理解它，甚至想办法去整合它吗？或许真正的答案其实早就存在于你的心中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